天文15年7月5日，武田信玄送出一封信。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他这封写给男性下属的情书，竟然被保留到了500年后的今天，堪称日本战国历史最著名的一手史料之一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战国时期的爱情。为了防止信玄公一个人晒黑历史太尴尬，就把伊达政宗的情书也烧上。这里是巫女花散里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。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我们想想武田信玄是个什么形象？他是为了吓唬敌人，在阵前排列3000颗人头的猛人。然而就是这样的武田信玄，情书的风格倒是怯生生的，而且还是写给男人的。这封著名的情书内容是：给春日原著，我确实向弥七郎求爱过好几次，但是他因为肚子痛拒绝了我，结果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这是真的，我绝对没有说谎。我从来都没有让弥七郎在夜晚陪我，这是我始终坚持的底线。当然不仅仅是夜晚，白天也是一样，更不用说今晚了，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想要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，所以四处奔走解释，但是反而被人怀疑，真是令人困扰。如果我在写这封信中向你说谎的话，我愿意接受神的处罚，希望你能理解我，这些事都是真的。我会把它们写在正式的誓言纸上，但是今晚大家都在等待更生日，所以有其他人在，请让我明天再写在正式的誓言纸上吧。武田信玄花押。这封信的原本现在被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，正式的名字是春日原著晚武田晴信四持。这封信本身是没有落款日期，但是因为信中提到了大家都在等待更生日，所以推测这封信是1546年7月4日更生日的前一天所写。当时武田信玄还没有出家，好像问题不大。春日原著一般推测是武田4天王之一的春日虎纲，也就是高坂昌信。如果确实如此，那么当时武田信玄25岁，而春日虎纲则是19岁。而且武田信玄可能是粗犷老板的性格，春日虎纲则是记录中被称为西式的美男子，文学水平也很高。一说甲阳军舰的原本就是春日虎纲口述的，感觉也是现在 gay 里 gay 气的剧情里常用的设定。但是和现在流行的设定不同的是，好像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中，武田信玄才是 babe， 就是总之武田信玄才是另一方。春日虎纲不愧是以三面开弓留下了后世威名的弓术大师啊，弓术大师。这样想的话，如果三方原是德川家康取胜，不知道是不是会留下魏征传说的就要换成武田信玄了。而且信中内容的感觉是，就除了春日原著交际除了春日原著，武田信玄还有多次向弥七郎求爱，只是都失败了。而且听这口气，成功的话他就直接上了吧。不过虽然氛围已经这么 gay 了，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关于这封信是有其他解释的。如我在阴间茶屋的视频中提到，到了江户时代，去阴间茶屋找年轻的男性寻欢，在一些文化人中基本是属于娱乐嗜好的范畴。其实关于战国的男人之间的爱情，也有类似的出于别的目的的说法。一个经典的说法是，最初因为不带女人上战场的规矩，所以将士们就互相成为了夜间的战友。发展着，这种特殊的夜战关系成了确立主从信任的手段。只要这种关系得以保持，对于主公来说，对方就是忠诚的部下；对于家臣来说，对方就是愿意提拔自己的上司。在日本战国时代，背叛乃是家常便饭，所以要培养对主公忠诚的家臣，很多时候都要通过类似于职场权力骚扰的强硬手段，给对方植入服从的观念。详细可以回看战国社畜系列的织田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篇。那么据说有些大名的这种职场权力骚扰行为，就包括了身体关系职场性骚扰。这次信玄的信尽管是主公写给年轻家臣的，但是写得相当细致，语气也很卑微，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他正在努力地试图消除误会，维持关系。其实战国也确实发生过，作为男宠的美少年抱怨说，身体的背叛就是主从关系的背叛，然后他背后的庞大家族便响应发动了叛乱。这些个故事，我相信以我粉丝们的渊博战国知识，肯定会出现在评论区里面。总之武田信玄的情书就说到这儿，再来看一个更会玩的，来自年过50岁的伊达政宗写给他的小姓之野作十郎的长篇悔过书，原件现藏于仙台市立博物馆。伊达政宗此人不仅和他的正室爱姬维持良好的夫妻关系，还拥有众多侧室，并且也是重道的热烈爱好者，可以说是真正诠释了何为英雄本色。正宗老年的重道对象之一便是美少年之野作十郎。在一次宴会上，醉酒的伊达政宗对作十郎胡言乱语说，作十郎，我看你定是在背着我搞外遇。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挑衅，作十郎十分恼火，
他回去之后割开手臂，用血书写的祈请文交给正宗。第二天被作死郎的血书吓到的伊达正宗，立刻也写了附血印的祈请文回寄给作死郎，其内容为：非常感谢你言辞恳切的信函，还专门为此写的祈请文，我实在是不敢收下它。我似乎在酒席上说了一些过分的话，但是要知道，如果我真的怀疑你的忠诚心的话，我一定会通过信件或者通过使者找你直接确认。但是我没有这么做，那是因为我并未曾怀疑过你的忠诚。我知道你没有做过任何可疑的事，或者说过任何可疑的话，只是那天我实在是喝了太多酒，现在完全记不得当时发生的事情了。我记得好像是有个乞丐还是和尚什么的人丢下了一封信，那个男人在信里说对你有感情，虽然我觉得这不可能，但是他似乎非常了解你，所以我想要确认一下，结果在酒的影响下对你做了过激的事情。当我听说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甚至刺破了自己的手臂写下血书，我真的非常愧疚。如果我在那里的话，我一定会挡在你的面前，即使是拼上我的老命，也绝不会让你做这样的傻事。本来我也想要刺破手臂写一封血书回复你，表达歉意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是有了孙子，甚至是有了儿子的年纪了。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别人会笑话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成熟，我怕会给孩子们带来麻烦，所以我放弃了这样的想法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为了给众道们下酒，我不惜割臂刺骨，然后不顾一切冲向他们。但现在我的行为被世人所指点，已经不方便再成为世人的笑柄了，所以这次我忍住了。我真的不是因为不想受伤、怕痛什么的而不给你写血书。你知道的，我的手臂和腿脚上满是伤痕，这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曾经我以这样的做法为荣，但是现在我自己也真的是无可奈何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就用这种借口什么都不做，我就无法阻止心中对你的愧疚，所以我决定在船长看着的情况下写下祈请文，并且按下血印。看到后请原谅我，如果你还能不计前嫌，继续更加爱我，那将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。1月9日正宗血印。最后我再次表达我的愧疚，但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。这位真的是重量级的，而且他的信中还写了以前割肉给众道朋友们下酒的事情。佛祖是割肉为因，他是割骨为根，这次也是连血印都用上了，真的是相当豁得出去。而且听他的口气看来，他自认自己是个同性恋吧。不过伊达正宗在天正7年，年仅12岁的时候就与奥陆国的大名田村清贤的女儿爱姬结婚，直到庆长4年，他和爱姬才有了嫡子伊达宗宗。除此之外，一般认为伊达正宗还有6到7名侧室，他也向这些女性们热情地表达爱意，并且维持着良好的关系。另一方面，武田信玄则是在天文2年和上古上杉家当主上杉昭兴的女儿结婚。在上杉昭兴的女儿因难产去世之后，天文5年，武田信玄又娶了左大臣三条公赖的女儿三条夫人作为正妻。天文7年，信玄和三条夫人有了嫡子武田义信。除此之外，一般认为武田信玄还有3名侧室，这个数字是比较小的，可能他真的比较 gay， 难道他真的是零的那一方吗？但是无论如何，武田信玄和伊达正宗都是不仅对小信热情表达爱情，也从正室、侧室、子女和孙子们那里得到信任和爱意。但是当时局需要的时候，又毫无怜悯地牺牲掉这些身边人。这些战国时代闻名的武将们，他们不仅被赋予了行动力、智力和体力，也在生活中被训练出了出类拔萃的情商和取舍能力。身处乱世，为了出世功名，即使要和男人贴贴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哦。最后祝你身体健康。